12月15日星期一，拉夫劳伦今天特地给明晚的直播准备了个邀请视频。肖战这一身一下梦回刚官宣那会儿的造型了，真的是毫无变化。今天下午我在抖音刷到莫德贤被追了一圈回家抱着等闲狂亲那一段，电影里看着好温馨，实际拍摄好搞笑。肖战说只有拍第一条的时候小等闲乖乖的让他亲了，因为他不知道有亲亲这个动作，然后拍第二条第三条，小家伙是一扑到他怀里就把脖子伸得老远，肖战还模仿了一下，据爆笑，因为肖战化了脏妆还出了一身的汗，小孩被亲到还不停地抹脸，嫌弃的样子给肖战委屈的直呼我还没有亲你呢，哈哈哈，笑死我了。肖战原来不止一次索吻失败，而且都是败在了同一个小孩身上，而且小孩哥的表情实在是太好笑了，我要是肖战也要追着逗他。然后刷到肖战和 GoGo 紧急撤回一个屁股蹲，肖战带小演员参加路演，一开始忙着安排小孩子坐，没看到所有人都还没就坐，等小孩坐好后他也打算坐下，结果看到大家都还站着，他又站起来了。让我惊讶的是小朋友本来都坐好了，结果竟然自己又爬下来和大家一起站着，真的家教很好，肖战都看笑了。而且才5岁，他其实都不太懂什么时候该鼓掌，所以鼓掌节奏永远比别人慢半拍，别人鼓掌他也鼓。这个小孩真的越看越可爱。片方还放出肖战的最新花絮，顶级自律的肖战，片场休息时间还在不停的锻炼。莫德贤这个角色，还真的肖战这样的体格来演才最合适，既符合前宫常年吹吹打打身材结实的设定，而且也格外让人有安全感。那种纸片人身材真的不行，而且肖战的身材穿衣显瘦脱衣有肉，演藏海那种清瘦的也不在话下，太会练了。肖战主演的《德贤景致》在没有预热、线下宣传的情况下，直接快速定档播出，在冷门档期、非热门题材、某动画片占尽绝大部分排片的情况下，绝地崛起，取得傲人佳绩，好作品自在人心，也从来不缺发现的眼睛。看过《德贤景致》的观众们给予这部影片最大的赞许、支持和宣传，口碑持续发酵。上映接近10天，电影好评不断，各种解析发现不断，安利视频此起彼伏，源源不绝，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不得不说，这部电影的上映准备是仓促的，但它的后劲是十足的。在各种不利条件重压下，凭借优秀的品质、精彩的呈现、深厚的底蕴，稳扎稳打，一点点崛起。到如今，票房成功突破3亿，在贺岁档战争片单日票房、首映日票房、累计票房等9个赛道打破影史纪录，真是可喜可贺，令人振奋。这部以小人物视角呈现大动荡年代，以人的真实人性，真实展现普通人的绝地反击，带给观众的切身感与心灵触动，是赢得观众好评的关键。它没有血肉横飞的惨痛，没有千军万马的大场面，但它是我们普通人在那个时候最真实、最绝望的感觉，是在绝境中每个有血性的人都会拼命抗争的中国精神。不得不说，当顶级艺人与顶级制作团队合作，它所形成的合力是巨大的。蓝小龙千锤百磨的剧本，孔生导演带领团队精准到位的拍摄，肖战等一众演员的倾情演出，让这部电影精彩纷呈，后韵绵长，像一个挖掘不尽的宝藏，不断给观众带来惊喜。而这段时间的票房，是每一个热血观众带动起来的，这一个个记录是大家共同创造的。有无数博主因感动而发声，因触动而振臂，发动周围的人和团体走进电影院，看野生编剧，看一个个二创视频，看得显体盛行，看片尾曲被小朋友、大朋友传唱，点点滴滴是没有利益驱使的自发行动，是最真实的热度与人心。还有网友说，《德贤景致》这部电影啊，很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呢？就跟莫德贤一样颠三倒四，他所有的东西跟我们以往的认知都是反着来的。这肯定是一部电影，而且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但它和你以往看过的电影都不一样，因为它做的事情其实是在解构电影，是在解构传统认知基础之上，推翻你熟知的所有套路，而精心捣鼓出的一部非常奇特的电影。以往的战争片拍的是血、大全景、大沙盘、大战争，
大场面、大英雄、大情怀、大特效、大氛围、大张旗鼓，轰轰烈烈，一股脑的往观众身上砸呀！就问你爱不爱国？你倒是哭啊！你赶紧哭啊！不哭你不是中国人！blah blah blah。蓝小龙却说：“我们要往小了写，一个小到能让鬼子拿着地图都找错的小镇，一小群在战争阴霾下关起门来，围着灶台努力过寻常日子的妇孺老少，是小到给鬼子20分钟就可以杀掉全镇54个人的狭小的叙事空间。”孔生说：“我们拍的是泥巴，泥点子一样灰头土脸、善良麻木的死老百姓，和几个打败仗打怕了习惯性退缩的懦弱溃兵。”是电影圈高贵的大老爷们瞧都不会瞧上一眼的镜头切口，小到观众看了开头会忍不住吐槽，一帮子调人拍的啥子调战争片，怂到一群小人物苟且偷生烂泥扶不上墙，好笑到你嘎嘎直乐，没心没肺的不像是个中国人。但当死老百姓为了家人能活，终于冲出来做第一个必死之人时，当扎兵被死了的同伴吐了口唾沫鱼多活了一会儿的间隙，以肉身为盾向鬼子开炮时，你又哭得比任何时候都像是个中国人。小到每个人物都颠三倒四又直来直去的，他们软弱的让你恨不得踹上两脚，觉醒的懵懵懂懂拖泥带水，打鬼子时嘴巴在啧啧呼呼，身体在抖抖嗦嗦，反抗时慌慌张张又手忙脚乱。活着的人要去打一场死人打的仗，第一个冲出去想死的人其实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活，死的时候悄无声息，不过是在史书的某一页多添加了一个冰冷的数字，活下来时轻飘飘的，却又结结实实地繁衍成今日鲜活的万家灯火人间盛世。所有人都在说着最直白的话，做着最本能的事，是生是死你根本没得选，也没人给你讲什么大道理，更没人按头让你这里必须哭那里必须要反思，但你却一下子领悟到了比家国情怀更浓烈的大理想，明白了比历史记忆更深刻的大道理。就好像莫德贤查科打混混不吝地在你耳边絮叨着：“你别哭哦，你千万别哭哦，你给老子笑一个嘛！”你却忍不住嚎啕大哭。当电影圈的高贵大佬们还在强行给观众喂食，傲慢地羞辱大众山猪吃不了细糠时，德贤景致却说：“不迎合，更不会去引领，而是希望能和观众同步交流。”如此真诚谦逊的低姿态，反而让观众更加疯癫。民间自来水的热情比官方宣发更着急、更雀跃、更汹涌。全民向输出之广、全方位解读之深，甚至超出了主创的本意。全民通杀的深度认可，甚至超越了战争类型片本身。何止是实现了高贵的电影圈，求也求不来的民间高口碑以及超预期，甚至超领先交流啊！简直就是年终《藏海传》播出时，观众恨不得从另一个小龙怀里一把抢过作品，大吼着：“虽然是你拍的，但你却没我懂，我才是孩子他妈的奇观在线呀！”受颠三倒四的莫德贤传染，观众也跟着一起疯疯癫癫。全平台自发集结，强力输出，狠狠打蒙了黑子们，让他们除了打黑分之外，想黑都无处下脚。猫眼和灯塔显然也被砸得晕头转向，预测跟疯了似的忽上忽下，永远追不上实时变化。很高兴在2025年年末有这样一部电影横空出世，它让我们疯，让我们癫，集体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民狂欢。它以性恶又正经、高级又通俗的黑马姿态，给冰冻的凄惨的又糟糕无比的几近灭绝的真人电影市场画上了一个虽渺小却异常亮眼的非常漂亮的。当那些高高在上的电影圈大佬们恨不得把的钱和弄钱的口号明目张胆地写在脸上时，德贤景致的全体主创们却甘愿一头钻进泥巴里，讲一坨泥巴的故事，拍老百姓看得懂也爱看的好电影，以匠心之姿和紧致之态，打造出一部让观众得闲并安然品闲的好作品。某些高贵的大老爷们，可千万别假装看不见哟！就问你们脸疼不疼，骚不骚得慌？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就像。